老宋头和姨姨们辨认姐妹俩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一旦瑞宝或者辉宝将头藏起来，同时也看不到尾巴时，老宋头也不敢轻易去确认。宋3岁无法辨认出此时躺在小床上的是谁，只能称其为小家伙。老宋头夸赞爱宝最近的状态很好，无论是吃竹子还是产的青团都很健康。碧绿色的青团是老宋头的最爱。此时老宋头也很想知道小床上的到底是谁。而一旁的瑞宝此时醒了，这睡觉姿势有点可爱的过分了。姐妹俩起床出门营业，老宋头给姐妹俩带来了胡萝卜，辉宝的胡萝卜不小心掉了。老宋头表示，食物掉在地上3秒后需要清洗一下再吃。等老宋头给胡萝卜洗好交给辉宝后，结果被手疾眼快的瑞宝给抢了过去。瑞宝反应迅速，根本不给宋3岁再次抢过去的机会，一口就全部吞下。辉宝过去看时，瑞宝还踢了辉宝一脚。姐妹俩这副饿死鬼活还相抢食物的样子，让宋3岁没敢在小亭子上给爱宝放窝头，想着肯定会被姐妹俩偷吃掉，于是便在半路拦住了爱宝，将窝头递给了爱宝。爱宝夸宋3岁干得漂亮，不过很快辉宝便发现了妈妈的异常行为。辉宝偷偷过来想抢一口吃，爱宝耳朵一动就知道是辉宝过来了，立马阻挡辉宝，让辉宝走开。而宋3岁这里防止辉宝溜进来。爷爷正在给瑞宝按摩，旁边的辉宝一个劲儿的示意爷爷，表示自己也要，身体不断的倒向爷爷几个针。辉宝伸出头试图跟爷爷对视，将爷爷看到后夸辉宝这个样子很可爱。虽然辉宝被爷爷看到了，但是这次爷爷没有完全明白辉宝的心，辉宝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姨母，试图让姨母跟爷爷一样对待姐姐一样对待自己。为此辉宝还撅起了小屁股，但是今天爷爷和姨母的意识都不在线。一会儿轮到乐宝享用将爷爷的时间了，将爷爷这一对一服务深得宝家成员喜欢。不过将爷爷想跟乐宝测一下坐高，乐宝表示奶爸有点不自量力了。乐宝稍微坐直就已经远超奶爸的身高了，而且乐宝的这身材跟将爷爷的身材比，乐宝更深受女孩子的喜爱。乐宝这双开门的臂膀将爷爷在乐宝面前都变得小鸟依人了。将爷爷在乐宝身边唠起了家常，问乐宝为什么最近不睡在床上了，是因为床离爱宝远，要睡在离爱宝近一点的地方吗？乐宝感觉自己被奶爸说中了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一下有点紧张了，赶紧多吃2口竹子掩饰一下自己的紧张感。接着到了瑞宝辉宝吃奶的时间，江爷爷表示瑞宝最近吃的有点马马虎虎的感觉，吃奶时心浮气躁的，不像辉宝一样总会大口大口的吃。江爷爷表示可能是最近瑞宝竹子吃的比较多，对盆盆奶不太依赖了。江爷爷估计姐妹俩断奶和独立时期都会比福宝要早。江爷爷碎碎念念吐露的都是对瑞宝辉宝以后的规划和成长。姐妹俩已经对室外园区适应到了不想加班的程度，开始不再对室外园区那般期望，而是到点就往通道门口跑，让自己回那有恒温空调的室内睡大觉。但爷爷们表示不，你还想再玩一会儿。瑞宝聪明的头脑总是会出现一些人力人气的想法，不像辉宝出门后不管在哪自己就只想着玩，对于回家不回家根本不放在心上。辉宝今天出门后就爬上了树，一会儿看看风景，一会儿看看姨姨。瑞宝这里正在思考着园区里面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打开方式，而爱宝就只负责吃，补充自己的营养，好给姐妹俩喂奶。因为园区各种危险行为早已被奶爸们提前做了防护，爱宝根本不用费心。姐妹俩一个研究地下，一个研究地上。辉宝想要爬到更高的地方，但是有爷爷的塑料壳挡着，辉宝根本上不去。而瑞宝这里又开始琢磨小瀑布了。一家3口各有各自要忙的事情。爱宝给上面小床上的竹子吃完后，又来到了下面的小床上，碰巧还和瑞宝来了个偶遇。没事干的瑞宝看到妈妈动了，立马跟上妈妈，妈妈去哪儿自己就去哪儿，这也算打发时间的方法。而树上的辉宝此时已经逐渐进入了梦乡。瑞宝坐在小床上，还抬头看了看妹妹，看看妹妹在玩什么。瑞宝看到妹妹也这么无聊后，自己走下了小亭子。只见瑞宝嘴角开始上扬，看上去很开心，原来是通道门开了。爱宝看到瑞宝都回去了，自己也立马跟上了。此时在树上听到动静的辉宝醒了过来，辉宝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就只剩自己了。辉宝心想，这硕大的园区就只留下我自己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辉宝害怕了，立马抱着小树从树上下来，
赶紧往通道门跑去。老宋头的动作快，上周看到辉宝爬树后，感觉树缝会卡到瑞宝辉宝的头，这周就给小树的树缝补上了。내려올 때 조심해야 돼. 수원님은 내려오다가 낑겼다고. 낑기지 않게, 나무 사이에 끼지 않게. 아, 거기 조심해야 돼. 머리. 그렇지. 아유, 잘했어요. 爬树给老宋头看得提心吊胆的。最近2个爷爷一起上班，所以直接连夜就给瑞宝辉宝的树缝补上了。但是今天瑞宝没有去室外，只有辉宝见了小树改造后的样子。因为别人都去室外时，瑞宝在睡觉。依依还偷拍到将爷爷在瑞宝身边做尝试，对瑞宝讲妈妈和妹妹都去室外了，瑞宝真的不去室外了。瑞宝表示自己不去，自己要单独享受这一整个大园区，将爷爷看到瑞宝这独立能力，对以后培养瑞宝和妈妈分开也有了信心。辉宝因为没有姐姐在，也没有在室外玩很长时间，早早的就跑回来找姐姐了。今天瑞宝比较宅，基本没看到过瑞宝下树。妹妹出门时就在树上，妹妹回来后还是在树上。瑞宝这里都快给小树躺出沙发的感觉了。姨母和爷爷来来回回在园区打扫卫生，对姐妹俩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。一根竹子姐妹俩还要分着吃，尽显可爱的姐妹情深。而需要圣熙阿姨做的，则是给姐妹俩把竹子放好，一边一捧，方便姐妹俩拿取，然后悄悄离开，不打扰姐妹俩睡觉。爷爷和老宋头现在天天都在问题石上趴着，2个爷爷回想着昨天他们还小小的，怎么一眨眼就这么大了，身上都有妈妈的影子了。爷爷们害怕再一眨眼自己就又要面对和福宝一样的场景了。2个爷爷现在看姐妹俩在室外玩耍时的样子，眼神都快要拉丝了，就像当年福宝要独立，老宋头最后一次陪福宝时一样。根据将爷爷的回答来推算，瑞宝辉宝现在离独立只剩半年了。记得将爷爷偷偷抱姐妹俩走员工通道时的样子，仿佛就在上个月。而现在别提走员工通道了，现在就连抱起来都是个问题了。以及鼓励他们学走路时的画面，同样感觉是发生在不久前。再看爱宝与瑞宝辉宝的合照，与之前的合照对比，瑞宝辉宝真是成倍数的放大了。不过这些情绪对现在的老宋头来说，只能在一个人的夜晚时产生，因为在园区老宋头更多的是头疼姐妹俩怎么才能下班。今晚姐妹俩让老宋头又惆怅了，腿又拍红了。不过老宋头这次居然变聪明了，不再傻傻的跪在地上苦等了，而是来到了小亭子上坐着，这样比较舒服一点。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率先从小树上下来。辉宝走到老宋头身边后，老宋头立马奖励了一块小苹果给辉宝。而瑞宝这里，老宋头坐的腿都快麻了，他还不下来，老宋头按捺不住了，直接给小苹果送到了辉宝的嘴边。但吃完小苹果后，瑞宝还是不想下来。这时辉宝眼看爷爷站在了小木桩上，辉宝怕爷爷掉下来，还贴心的在下面扶着。老宋头眼看瑞宝迟迟不下来，又用上了姜太公钓鱼的方法，但结果还是不管用。瑞宝这次直接让老宋头黔驴技穷了。今天的瑞宝就是这么有性格，所以老宋头现在与其思考与瑞宝辉宝分离的事情，更需要思考的是瑞宝到底怎样才能回家。老宋头的对脸拍又出现了，辉宝这睡觉的模样如此可爱，但老宋头的手机里却只有辉宝的鼻子。以后老宋头肯定会后悔的。退休后看着3个一模一样的鼻子，陷入了沉思，一时分不清谁是谁了。辉宝在躺着咀嚼小零食时，突然有小虫子飞了过来，刚好让圣熙阿姨看到。圣熙阿姨立马伸出手给那只小虫子抓住了。辉宝享受的躺在小树上，对于圣熙阿姨的动作没有任何的抵触，嘴里的小零食咀嚼完了，转头继续吃起了竹子。瑞宝辉宝最近的生活是越来越充实了，上午出门享受阳光，下午在室内休息睡觉，饿了吃点竹子，以及趁妈妈不注意还可以偷吃2口。姐妹俩趁妈妈睡觉的功夫，偷偷来到妈妈身边，疯狂干饭。姐妹俩彼此疯狂夺食，辉宝自己这边的刚吃完，转头就去抢姐姐那边的，直到确认每个都没有后，辉宝这才放弃。而瑞宝这里动作慢些，等瑞宝吃完第1个，辉宝自己一个人就吃了3个。姐妹俩体重之所以悬殊这么明显，也和姐妹俩吃饭的速度有关系。瑞宝这里明显没有吃饱，吃完后还在舔嘴唇。爱宝被姐妹俩折腾的这时也醒了，爱宝翻了个身，宠溺的抱住了辉宝。这母慈子孝的温馨画面让姨姨们看了感觉心里暖暖的。不甘无聊的瑞宝很快也加入了进去，3只熊黏在一起，相互玩耍，相互打闹，既温馨又有爱。福宝现在对奶爸摔竹子的声音适应的越来越好，虽然还是会被吓到，但从贴后福宝的从容中可以看出，福宝被吓到完全是对环境的警惕，嘴上和手上的动作不停，则是对奶爸的信任。福宝回国的这段时间里，不仅没有给在韩国留学时学到的本领忘记，反而还给其灵活运用起来了。
尤其是钓鱼这项技能。想必在熊猫界流子里面，宝家是唯一学过钓鱼这项技能的吧？今天福宝在吃竹子时，就给这项技能灵活运用起来了，熟练的撑杆。为了省力，福宝还用上了小脚，不慌不忙地吃着手里的竹子，聪明且可爱。吃完竹子，福宝接着又拿起了竹笋。自从福宝回国后，竹笋就没断过。现在福宝这里已经到了竹笋当主食的地步了。而福宝包竹笋的熟练程度更是越加优秀，小手紧握竹笋，用嘴用力撕掉竹笋皮，动作很是丝滑。而今天的基地还刮着微风，伴随着偶尔的打闪声。最近雨季下雨比较多，不过这对福宝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，而且这种微风天气还很凉爽。如果雨下大了，福宝3、2步就能跑回家，什么也不用担心。从福宝这惬意的姿势就可以看出，福宝现在很享受。而来看福宝的姨姨们，现在面对基地上空突然的落雨，也已经习惯了。现在来看福宝的，基本都人手配备一把雨伞。竹笋吃完了，没有小零食吃了，福宝去到了奶爸的通道，他在奶爸的小窗口上问还有没有小零食了。奶爸拿出一个大苹果，问福宝想不想吃。福宝表示想吃。福宝的嘴巴都要扬上天了。福宝开心地走回房间去吃奶爸手里的小苹果。当姨姨将镜头拉近时，发现福宝园区里面满是3叶草盛开的鲜花。这样来看，宋3岁当初的愿望在这一刻完成了闭环。